为什么有的人活得很好，而有些人一直活得很痛苦，但他还要把痛苦的根源留在身旁？好东西留下，坏东西放弃，这简单的道理谁都懂，可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？其实有时候应该把眼界扩大一点点，领略不同地方的人与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学一下安娜这样，潇潇洒洒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清闲时候，在观石嶙峋的山坡上撒下了希望的种子，历经几个月的生长，收获了大量的豆类和芋头，不仅制作出了美味的煎饼，还在奢华的木屋里和毛孩子一起享用了鱼肉大餐。随着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，安娜也回到了木屋，开始了平淡的生活。虽然屋外气温低下，还好有着壁炉的加持，让木屋里不至于过分的寒冷。过境的小雨让叶子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，就连绽放的花朵也摇曳着自己的身姿，迎接着新一天的开始。屋外的犬舍中，毛孩子们睡得正酣，唯独阿黄有着不一样的待遇，趴在壁炉前睡得正香。只有一个早起的毛头小子在河对岸忙碌着，鸭子们也悠哉地在河道中戏着水。早起的安娜又开始了忙碌，随着一声召唤，成群结队的小鸡也浩浩荡荡地跨过了木桥，朝着女主人奔去。虽然几天没有喂食家禽，家禽们对安娜的依赖如初，围在安娜身旁欢快地吃着食物。换了主角的棚子上，依然有着一个伟大的母亲在坚守。安娜也没吝啬食物的投喂，细心地喂食着家禽。吃饱喝足的鸭子们也在河边梳洗打扮着，一切都是那么惬意。喂食完家禽，安娜又在菜园中忙碌了起来，顺道把花盆里的花草也浇灌了一番。几个月的生长，猫咪也从最初的羸弱不堪变得不再瘦弱。安娜收拾好工具，准备把前一阵采摘的芋头和生姜继续种植在远处的山坡上，来保证自己有源源不断的收入。为了保证芋头的种植，安娜提前对芋头进行了催芽处理，只需将筛选的芋头放在阳光下晾晒几天，并将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，就可以对芋头进行催芽。当然，由于芋头对于土壤要求比较高，喜欢生长在疏松透气、深厚肥沃的沙质壤土中，所以远处向阳的山坡才是最好的种植地。把晾晒好的芋头和生姜装进背篓，收拾好工具，安娜背起箩筐出发了。临行前，还不忘唤醒正沉浸在美梦中的阿黄。阿黄也果真没令安娜失望，扭着自己性感的小屁股，陪着安娜出发了。虽然每次来到河边，阿黄都得进行一番心理抗争，但阿黄还是一马当先地跃入河水中，慢悠悠地涉水而过，来到蓝河坝前。许久未曾打理的电机还是一切如常，挺拔着自己的身姿，在水渠里完成着自己的使命。为了保障照明的正常运转，安娜还是把电机检查了一下，趁着自己去种芋头的功夫，给连续运转的电机放了个假。带着阿黄前往了远处的山坡，不成想精力旺盛的毛头小孩却追了上来，和阿黄争先恐后地跑在前面，让画风变得着实有趣。丛林里充沛的雨量让河流中的水流量经久不衰，给这一方山林创造着无限活力。虽然每次都要使用锄头，安娜还是没有考虑制作一把可以长久使用的锄头把手，导致每次来到这里工作都得先制作出锄头把手，一番忙碌后才把锄头把手安装好。2个月未曾打理的地面再一次滋生满了各种杂草。为了不影响植物的生长，安娜先把地面的杂草清理干净，才开始整理起了埋满石块的地面。为了给芋头腾出足够的种植地点，安娜手脚并用地开始了忙碌。地面上的石块数量确实不少，一小会的功夫就清理出了一大堆，安娜只能一点点地进行清理。懂事的阿黄也在一旁刨着坑，想要帮安娜分担一点压力。宁静的山坡上只有一个四下忙碌的身影，这家伙的一小会的功夫，阿黄又带着自己的小兄弟在林子里挑战起了未知的野兽。听得出战况还是很激烈的，安娜只能召唤着阿黄，尽量安抚毛孩子的情绪。历经大半天的忙碌，总算是把石块清理完了。收拾好工具，安娜从箩筐里拿出了芋头和生姜，先把生姜掰成小块的，方便自己种植。
接着拿着锄头，在清理过的地面刨出小坑，每一锄头的挥动都承载了美好生活的憧憬。调皮的阿黄不知什么时候偷偷跑回了安娜身旁，抱着一块石头啃得不亦乐乎。远处安娜在忙碌，近处阿黄也没闲着，手脚并用地干起了刨坑大业。看着调皮的阿黄，安娜也调皮了一把，把挖出来的植物根茎丢给阿黄，跟阿黄玩耍了起来。经历几个月的生长，豆角也挂满了枝头，又是满满的收获呀！大半天的忙碌才把种植的坑挖好。先在坑里依次撒入处理好的生姜，接着再把芋头也播种到坑中。虽然前期挖了不少的坑，结果数量不少的种子还是没能全部播种完。安娜只能再次拿起锄头，把剩余的芋头给种植完毕。安娜手脚并用地开始了泥土的回填。数量巨大的种植点，还是让安娜忙碌了大半天。看着今天的劳动成果，安娜脸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，擦了把流淌的汗水。安娜顾不上休息，把成熟的豆角采摘下来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让豆角的长势惊人，每一株植物上都挂满累累果实。大半天的采摘才采摘了满满一筐。前一阵种植的木薯也迎来了丰收的喜悦。安娜拿着宝宝把枝干处理掉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木薯拔了出来。阿黄就像个好奇宝宝围在安娜身旁，用灵敏的嗅觉好奇地探索着泥土中的一切。为了方便自己收割，安娜借助于锄头采摘起了木薯，一小会的功夫就收获了一大堆。显然，安娜并没有打算把种植的木薯全部采摘。收集到足够的木薯，安娜收拾好工具，临行前还不忘带一点柴火，来补充柴火的消耗。召唤着毛孩子，带着满满的收获踏上了返程。一路前行，来到蓝河坝前，为了保证水渠中的水流量，安娜再次把水渠进水口清理了一遍，才复位好电机，恢复了电机的运转。随着电机轰鸣声的响起，电力设施再一次运转了起来。返回居住地的安娜拿着宝刀劈了些柴火，把木柴抱回到了竹屋。先在竹屋里点燃了火堆，烧了一壶开水，接着取出了背篓中的收获。看着这满满的成果，估计晚上又得加餐了。为了方便自己后续提炼淀粉，安娜还提前采摘了棕榈叶干。收拾好东西，安娜取了些木薯来到竹屋出水口，先去掉木薯的尾部，把木薯截取成小段。先给木薯来了个洗剪吹，再给木薯来了个泉水浴，把木薯清理干净。虽然毛孩子们早已跑得没影了，还好有2个热情的小观众好奇地打量着一切。山林里富足的各种资源，让安娜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，就连装备也升级了，购买了全新的储水盘。前一阵制作的竹筒已经浸染上了岁月的痕迹，漂浮在水盆中，书写着岁月的变迁。半山斜阳洒落在木桥上，用落日前的余晖普照着大地，就连鸭子们也感受到了冬日里的温暖，悠哉地游在河面上。处理完食材，安娜回到小木屋，取出了油锯，打算把扛回来的木头处理一下，来补充过度使用的柴火。安娜驾轻就熟地拉动了油锯，使用油锯把木头截取成小段。虽然最近没有干活，安娜并没有闲置自己的业务技能，熟练地操作着油锯，把木头依次截取下来。为了方便自己工作，安娜把锯下来的木头堆积到一起，在树桩上摆放好木柴，接着使用斧子把木头劈开。这才是大多数人的理想生活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没有城市里的尔虞我诈。天气终日晴朗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耕耘几片菜地，搭建一处禽舍，鸡鸭成群，养几个毛孩子，劈柴煮饭遛狗吃茶的生活好快哉。
给炉膛底部填充满柴火。为了保证3处小屋都有足够的柴火，安娜收拾了一些补充到竹屋中，再把剩余的木柴补充到木屋里。此刻壁炉两侧的保温箱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，不仅可以存储木柴，还能保证木柴的干燥性。随着烟囱口冒出的袅袅青烟，安娜也再一次点燃了壁炉。处理好一切，安娜返回了竹屋，坐在火堆前，把采摘的棕榈叶干在火堆上烧制后，在木头上进行摩擦，去除掉表面的尖刺，只留下尖刺的根部，方便自己后续使用。拿着处理好的叶干来到出水口，用其制作一个简易的爆泥器，把削过皮的木薯放在爆泥器上进行摩擦，利用叶干底部突出的倒刺，把木薯研磨成泥糊状。虽然屋外的安娜忙得热火朝天，但围在火堆前取暖的猫咪还是证明了山里的气温还是很低的，就连好动的毛孩也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起来。大半天的忙碌才把木薯研磨好，用双手对其进行挤压，便可分离出了木薯中的精华，得到小半碗富含淀粉的汁液。处理好木薯，安娜回到竹屋放置好木薯汁，挤压过的木薯可不能浪费，召唤来小鸡，把使用过木薯喂食给家禽，做到物资的回收利用。接着回到竹屋把豆角处理干净。时间转瞬即逝，眨眼的功夫，天色也完全黑了下来。在出水口清洗干净豆角，安娜开始准备起了晚餐，在火堆上放置上小锅，倒入五花肉进行翻炒，把肉炒熟了，再给锅里放入处理好的豆角。为了加快食物的烧制，安娜加大了炉火的燃烧，沉淀几个小时的木薯汁也可以使用了。虽然处理了不少的木薯，但经过一番过滤，也仅得到了为数不多的淀粉。趁着食物烹制的过程，安娜在火堆上烤制上了前2天露营时钓的小鱼。不多时，美味的食物制作好了，安娜重新在火堆上放置上小锅，在锅里倒入少量的油，再倒入过滤后的淀粉，在竹屋中煎起了木薯饼。本来想秀一把颠大勺的功夫，不成想技术不过关，只能作罢。为了防止饼子糊了，安娜坐在火堆前，时不时给饼子翻个面。显然猫咪闻到了香味，奶声奶气的呐喊着想要品尝美味。不过这饼子的制作好像有点费时，大半天的辅助也不见饼子变得焦黄。还好火堆旁边的烤鱼已经变得焦黄，散发出了阵阵香味。另一旁的小馋猫持续关注着。几经周折，木薯饼总算是熟了，金灿灿的表面油光锃亮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。美味的烤鱼也制作好了。安娜端起食物，带着毛孩子们返回了木屋。幽暗的山谷被夜色笼罩，四处一片黑暗，只有远处的木屋用温馨的灯光指引着安娜前行的步伐。回到木屋的安娜打开了屋外的照明，照亮了幽谷中的庭院，摆放好食物，给壁炉中加入了柴火，封闭好壁炉。安娜给自己盛了一碗豆角炖肉，先给小馋猫喂食了一番。看着大快朵颐的馋猫，安娜脸上洋溢出了笑容。一口美味的油饼配上豆角炖肉，生活不要太美好。显然阿黄的格局有点高啊，就这么看着食物，看你喂不喂我。还好安娜没有独享美味，给每个毛孩子都分食了一些。不过阿黄你这样真的好吗？好歹也是大哥级别的，连二狗子的食物都抢。还好有着安娜，二狗子才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食物。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。谁能想到一场露营之旅却变成了绝地逃亡？上游暴涨的河水差点把安娜送回了老家。又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好天气，安娜打算散散心，顺便去河里钓点渔获。背着行囊一路前行，发现了一处地势开阔的河边，四下探查一番，决定先在此处支个帐篷，然后再去钓鱼。童心未泯的安娜来到河水中玩耍了一番，才找了一处阴凉处补充好体力，准备把帐篷支起来。拿着宝刀一顿削，先把地面杂草处理干净，整理出一片空地。接着在空地上支起了帐篷。这是干什么？今天又不打算回去了吗？换好拖鞋，
安娜在林子里捡了些木柴，把木柴简单的处理了一下，来到河边找了一些石头，打算做个简易的炉子，在地面按三角形的方式放置好石块，在炉子中添入柴火，使用镁棒把火堆点燃。有了火堆的保障，安娜脱去外衣，在河边逛了起来。良好的天气情况给了安娜下水游玩的理由，顺道在河水里洗了个澡，在河水中秀了一把游泳技术。玩累了的安娜才回到营地，准备起了食物，简单的铺设上石板，放置上肉排，开始煎了起来。趁着食物烤制的功夫，安娜来到河边，取了一壶泡过脚的河水。不多时，美味的肉排煎好了。安娜取了片叶子铺在地上，坐在叶子上享用起了美食。习惯于忙碌的安娜，居然也享受起了生活。摘了一把野生白菊花，泡了一杯茶，吃着美味的肉排，眺望着远方的美景。生活不要太美好。安娜在河水中清洗了小案板，来到林子里制作了一把鱼竿，打算再钓点渔获，好给家里的馋猫打打牙祭。安娜在帐篷中取出厨具，一路拎着小锅，扛着鱼竿来到河对岸，开始了钓鱼大业。在锅里倒入购买的鱼食，搅拌均匀后，拿着鱼竿站在河水中钓起了鱼。随着一竿竿的甩出，却掉了个寂寞。开始放置的小锅也随着上游的涨水，慢慢的漂浮在了水面上。显然安娜还没有发现危险的到来，还好及时回头发现了问题，手忙脚乱的收拾好东西，拿起摄像机就要横渡河面。毕竟露营点在河对岸，还好河面水没有暴涨得太厉害。过到对岸的安娜拿着东西一路狂奔，经历小半天的涨水，河水也淹没了原本的岸边。暴涨的河水在河道中奔腾着，多亏安娜发现的早，已经回到营地跟前，看着已经被淹没的河道，内心一阵唏嘘，这差点得送回老家呀！忙碌了大半天，鱼也没钓到，重新劈了些柴火，给火堆加气，顺道煮了一壶水，泡了杯茶，简单的喝了几口，躺在帐篷中睡了过去。时间来到凌晨3点，定好闹钟的安娜醒了过来，决定去河里抓点小鱼。在河道中查看了一番，确定河水没有继续涨水后，安娜回到营地取出了渔网，拿着渔网再次返回了河道中，找了一处水浅的地方，布置好渔网，才返回了营地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起床后的安娜简单收拾了一番，点燃了熄灭的火堆，拿着一块木炭来到河水中，用木炭刷起了牙。在河水中清洗了一把，安娜在河道中搜寻起了食物。显然河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，只有万恶的福寿螺在产卵。一番搜索啥都没找到，回到营地劈了些柴火，准备起了早餐，给锅里倒入油，煎2个鸡蛋，再烤了3根香肠。夹在面包里做了个三明治，吃了顿美味的食物。完事在旁边摘了一点含羞草的花，泡了杯花茶。吃饱喝足后，安娜拎着小锅在河道中搜寻起了食物。
半盏清茶，观浮沉人生；一颗静心，品清凉世界。其实我们如此的千般跋涉，万种找寻，所谓不过是人生的这一场见识，生命的这一次品尝。所以得学会主宰自己的生活，如此即使孑然一身，也不算一个太坏的局面。我说的对吗，小伙伴们？